很多老乡关心我的300亩水稻有没有被淹，我一直不好意思跟老乡们说，因为全网都在宣扬为安徽人点赞，安徽人舍小家保大家。但是对于我们农民来说，种着300亩田的水稻真是倾其了所有，承包费、种子费、农药费、人工费，它就这样被淹在了水里。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接下来的生活，但是我们只能默默承受，因为我们是安徽人。各位父老乡亲，你们看，对面就是寿县。前2天我还去了，现在已经是隔海相望了。父老乡亲们，为了上保河南，下保江苏，我们安徽人付出了太多了。在今过后，要是有安徽人走到你家门口要饭，就请你给他一口吃的吧。老乡啊！多少父老乡亲牵挂着你们，我们会。最近持续的强降雨，百年不遇的大水，数以万计的人失去了生存的家园，数不清的商店、房屋、农田被淹没。我坐标安徽的一个小镇，所以我的家乡也被淹了，一片汪洋大海。19号夜里，接到连夜通知我们带好贵重物品，赶紧转移，要发水了。我们区要破围保起大区，全家人连夜逃走，家里的家具家电根本来不及搬到高地。凌晨2点多，连续2声震人的爆破声后，滁州大堤破开2处决口，浑黄的河水将所到之处变成汪洋大海。第2天早上，我家的房子淹得只剩屋顶，到处一片狼藉。看着水中的房子，我心中无限酸楚。在20号，素有千里淮河第一闸的称号的阜阳王家坝也开始全力开闸泄洪。淮河洪水经王家坝闸进入蒙洼须知洪区，顷刻间绿野变成汪洋。当地居住人口有20万。这一次的泄洪意味着这一年又是颗粒无收。虽然我们都有舍小家保大家的牺牲精神，这几天洪水淹没地区的受难群众都是听从政府统一指挥，心态良好。但是对一个小家来说，每一次的泄洪都意味着无尽的辛酸。先是农田庄稼被冲毁，1年下来又是颗粒无收，农民哪来钱生活？再是房屋被淹没，等水完全下去，至少也需要1到2个月时间。家具家电全都毁了，需要重新购置，房子要重新修葺，这又需要多少钱呢？这么多年来，安徽这样自己扎坝泄洪保塔区，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。就算再富裕的家庭，多少家底都能被掏空啊！所以一直以来，安徽都是个不富裕的地方。可是，当安徽人去其他省份打工的时候，却被当地人嫌弃安徽人又穷又懒，听得真的让人很伤心。希望这次之后，安徽人去其他省份工作的时候，能得到当地人的尊重。安徽人在大是大非前从来不含糊，受灾地区的群众说，能保住更多的地方是大事。安徽这次炸坝泄洪、开闸泄洪，是为了保住更多更大的城市。但是也有人说，安徽泄洪被淹是自身水利不行，还有的说，安徽泄洪与河南、江苏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可是安徽人民不傻啊，谁会无故炸掉大坝，将洪水引到自家田地呢？如若不是国家为了大局统一安排，谁愿意让寿万顷看到丰收希望的庄稼毁于一旦？但是我们也相信，如果有需要，全国人民也会齐心协力帮助安徽。2020年，安徽不易，中国不易，我们每个人都不易。希望这次洪水能早日退去，也希望2020年的天灾能早日止住。坐标河北，小时候经常有安徽、河南的过来乞讨，每次都是说家乡发大水，家淹了，庄稼没了。那会儿人民朴实，只要来了都会给些粮食、馒头、钱啥的。遇到老人冬天上门要吃的，
奶奶都会把他让到屋里面，坐到煤火台上暖和暖和，再盛上稀饭馒头。我的奶奶是个热心肠的人。还有很多骑着自行车驮几个篓篓卖咸菜的，印象中安徽人居多。现在还记着腌菜挺好吃的。现在体会到安徽人不容易，每次泄洪都是安徽境内，真的受苦了。应该是97、98年，那时候看杂技表演，看完了我以为是要钱，后来才知道说给碗饭就行了。我马上跑回家，把没吃完的全部端出来。小孩子和我差不多大，6岁左右。现在想起来好无奈。安徽，记得小时候过来讨饭吃的都是安徽人，那时候不理解，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了。由于地势低，过去每年都会有泄洪，所以只有出去讨饭，全国一盘棋，不要嘲笑任何一个地方的人，因为都是中国人。听他们说炸爆的时候，我想象的是一边哭一边坚决服从命令的人们，我被自己的想象感动了。不知道现场是不是这样的情形。每当看到被淹的场面，看得眼睛酸酸的。快40的人了，经过1998年大洪水，每次积累的财富一发大水后，就像电脑格式化一样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没办法，水利修得不完善。为了保江苏和河南，江苏经济比较发达，河南又是国家粮仓，损失哪个都对国家整体有影响。希望后面水利修得多一点吧，安徽不能一直这样了。有人说每个地方都有，设置一些低洼地方作为泄洪区，洪水太大时就爆破泄洪。这些地方人口聚集的地方都有防护堤，保证人员安全，洪水退后也会给予补助的。没有办法，这是保证城市安全、减少损失的办法。泄洪区是主要根据地形来定的，一般情况下，泄洪区一般不设在工业区，平时主要用来农业生产，因此这些地区都比较贫穷。只能说是每次都放水淹安徽，说的好像故意似的。安徽泄洪换不来江浙沪的同情，所谓的大义都是嘴上说说罢了，安徽人还是要靠自己。等到安徽的经济跟江苏不相上下的时候，泄洪肯定另有出处。我是安徽人，此刻我明白，落后不仅要挨打，还要挨淹。